当利玛窦在南京立足，用钟表、地球仪、圣像换来权贵的好感时，这是真正的文化交流，还是用科技做门面的策略？教会把慈善机构、医院、婚姻法等欧洲制度当作说服利器，这些制度的引入对传统家族与社会秩序意味着什么？在礼物、钱款和人际网构成的这场接触里，宗教、科学与政治三者互为手段，互为目标。我们该如何读懂利玛窦带来的软实力？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给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章。南京最初一批新信徒受洗，在南京定居妥当之后，他们仍不满足，非得把上帝安排在南京发生的事再次在北京尝试一次不可。但他们决定把这个努力推延到下一年。尽管上次北京之行结局不幸，他们却仍然从下列事实中得到鼓舞。经验已经教导了他们如何改正前一年的错误，而且随着和平的来临，时势也已经起了变化。他们已经和大臣们发展了友谊，现在他们已经完全确信，除非他们能邀宠于皇帝，否则南京或其他地方取得的进展就会最终归化为乌有。有关向皇帝献礼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看来很有可能早晚会通过那些穿梭来往于南京与北京之间的某一个太监之口，从而传入皇帝本人的耳朵里。同样可能的是，礼品的兴起会引起皇帝的好奇心，促使他不和礼品的主人商量，就贸然搜取这些礼品，这对传教团没有任何好处。考虑到这一点，神父们认为倒不如抢先引起皇帝的兴趣，设法使皇帝感谢他们。因此就决定了派郭居敬神父去澳门，把情况通知同会兄弟们，并就这一重大事件如何进行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还要从澳门带回钱来，支援这所教堂用于征集进献给皇帝的各种礼品，以及筹备足够清偿教堂所欠债务的资金。参观者川流不息，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们有鉴于此，觉得最可取的还是让郭居敬神父在去澳门的路上把钟表带到南昌去，并把十字架、圣像和玻璃三棱镜交托给皇帝的一位名叫祝世禄的谏官妥为保管。此人是他们的朋友。这位朋友开始时有些踌躇，出于对这些圣像所应有的崇敬，他不敢收下这些东西。不过他终于收了下来，因为神父们再三声明这些东西是献给皇帝的，他有责任照料这些东西的安全。这一点决定了之后，就使公众周知这些礼品即将从住处送走，接着就抬着他们经过城内的大街，庄严的游行一周，然后小心翼翼地存放在祝世禄的府里。他本人十分恭敬地迎接了圣像，奉为神物，在圣像前点起了檀香灯，按照中国习惯长明不灭。他允许自己的一些朋友看看礼品，但不让老百姓看，老百姓几乎是难得进入大臣府邸的。礼品一经搬走，就不必再担心住所会再惹起波动了。于是郭居敬神父带着钟明人修士启程，后者伴同他直到南昌，就在南昌等候他从澳门回来。南京发生的情况消息已经传到了澳门，那里的神父们接到这个消息兴高采烈，葡萄牙的居民也一样。郭居敬神父到达后，把故事又重新说了一遍，人们的情绪更高了。有关住所如何获得，大臣们如何变得友好的消息，他们觉得若不是亲自听到目击这一切的人所说，真是难以置信。但是在澳门的欢乐气氛中，也可以听到一种低沉的伤心情调。已经离开日本来澳门的一艘船早已经过了期。大家知道副省区司库埃及迪奥迪马塔神父是乘坐这艘船的。刚刚有消息说这艘船沉没了，全船遇难。整个澳门市都是依靠这艘船所提供的贸易和货物的，3个传教基地也依靠它，而且常赴在南京购置的住所以及去北京的旅费也都依赖于它。在这种窘迫情况下，澳门神学院院长李马诺神父就挺身而出，大发善心，也可说是对支持中国传教会显示了他慷慨仁慈的精神。他处处筹集节省钱财，最后凑足了款项，使人人得以渡过难关。他还在添上了一些礼物给他的朋友们。他送来了另一座时钟，加入到献给皇帝的礼品之中。这座钟比他们原先的那座小一些，但由于装饰有丰富的装饰，所以看起来很大。他还给他们一幅圣母像，
那是他从罗马收到的，是一幅据说是圣路加所画原物的逼真的复制本。此外，他还加上几个玻璃三棱镜、镜子、一些华丽的法衣、亚麻布、小沙漏时钟和许多玻璃器皿。这些东西都是社交所需，就像是给社会进步的齿轮里注入润滑油那样。最后，他不辞辛劳定制了几架风琴，但拖了很久，风琴才做好，未能来得及给南京传教团使用。他只派庞迪沃神父作为同伴，和郭居敬神父一起回去，或是留在南京，或是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庞迪沃神父来自托莱多省，他原是参加日本传教团的，但由于交通阻隔，滞留在澳门。郭居敬神父除了从神学院院长那里所得到的礼品外，还收集了其他一些非常有用的物品，诸如2个圣餐杯、许多书籍和其他教堂所需的东西。在活动空闲时，在南昌的这些人则忙于研究中国文学。苏如望神父和他在那里交结的朋友们保持联系，还和其他一些显贵发展了新的友谊。通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位王爷，也就是建安王的影响，苏如望神父结识了一个大太监潘相，此人负责为皇家国库征收薪税。这位收税官说，他可以安排利玛窦神父向皇帝献礼。这位王爷认为这是最安全的途径，便向苏如望神父发出一份文件，安排他与收税官在南昌会面，并叫他把礼品带来，好让收税官看看礼品，并发出相应的文件呈给皇帝。也是天意的引导，这位称王的人给苏如望神父的通知一直没有送到，受托送信的人根本没有露面，又给神父发出了其他的信件，但信件直到天意把一切事情都另做了安排之后才送到。神父开始懂得太监们的策略，他们决定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能交托给这种不讲信义的特殊家伙。利玛窦神父向那位名义上的王表示感谢，并通过他通知了收税官的头子，他已经从另一条渠道开始谈判，谈判目前还没有完成。郭居敬神父没有能按他原定的计划早日离开澳门，为了他的耽搁不至到预定的日期付不起购置教堂的钱，他就送出了一张期票，可以通过一个中国商人付款。神父们做这种事是经历第2次了，而这次又教训他们，这是十分冒险的。那个南京商人的姓名、付款的地点以及有关交款的一切全是伪造的，这又一次教训了他们，他们不能再寄期票了。钱是追回来了，但是利玛窦神父未能如期付款给主人，这是十分不幸的事件。他没有什么困难就借到了一小笔维持教堂的钱，但借大笔需要的款项所要付给债主的利率就使人望而却步了。还好卖房子给他们的那位员外郎得悉利玛窦神父经济窘迫，就传话给他们不必为到期付款而发愁，因为他和他的同僚都愿意延期收款，等到郭居敬神父到达后再说。于是利玛窦神父放了心，便把注意力转移到较为愉快的事情上去。这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传教士到中国来是为传播基督信仰的。中国显贵们当中有些比较大胆的人，毫不迟疑地探讨这些外国人教义中的真理。南京的第一个中国皈依者，也是最杰出的一个，是姓秦的70多岁的本地名人。他是个贵族，担任军职，这个职务是他家世袭的，这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事。他有一个才名远扬的儿子，有3次在3年1次各省举行的武举考试中都获得最高的荣誉，因而获得了科举中的最高等级解元。这时候这个儿子是南京的都指挥，父亲的皈依是引人注目的。他精通天主教教义，十分虔诚，洗礼时取教名保禄。他入教后不久，儿子也效法父亲的榜样，取马丁为教名。再过不久，全家男女以及一些亲戚都被接受入了教。他们是南京的第一批基督教徒，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利玛窦神父送给老绅士一个神像，老绅士把它供在家庭教坛上，是以贵重的碧毯。神父们到这里来做弥撒，并给妇女们讲道，而中国人对于妇女们是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的。教坛旁边是一间陈设齐全的房间，供神父们在向许多家仆进行长达几小时的宣教之后休息时使用。以往这家人崇拜偶像时，对他们的木雕神像是仔细照料的，现在他们代之以十字架像之后，便把一大箱精工雕刻的神像送给了教堂。利玛窦神父把全部的收藏送到澳门去，
作为从南京的暴君，也就是魔鬼那里夺得的第一批战利品。这批东西的到达，成了一次欢乐的和对上帝感恩的机会。讲到这里，很值得谈一下利玛窦神父在南京以及后来在北京是如何宣讲教义的。他讲解时是多么循循善诱，而同时又多么使人肃然起敬，他的听众又是多么认真的倾听。有学问阶层的各种集会，利玛窦神父是经常出席的。他们通常要提一些有关欧洲的问题，神父就把欧洲基督世界的各种风俗和宗教习惯一一向他们做了介绍。他向他们解说了医院、孤儿院、济贫所、照料无依无靠的寡妇和囚犯的慈善团体等等这些宗旨和管理情况。有时他还谈到男人和女人们为了保证自己永远得救并使别人得救，从而成立的各种教团。他告诉人们，一年中有某些日子规定为圣日，献给上帝，专门用于崇拜与祈祷，从而使基督徒不至于放松其信仰的实践。他着重指出了基督教人爱的美德和实行美德的种种方法，诸如不施钱财以救济穷人。此外，他还说明了城镇的大主教和教皇的某些职责，他们为了保持教义的完整，要对出版书籍进行审查，以防任何有害于宗教信仰和道德的东西得到传播。他还解释了归还被盗窃的或拾到的东西的问题。有一件事看来他们听了是赞同但又不愿接受的，那就是禁止纳妾的法律以及同样约束着国王和平民的婚姻法。这种法律只允许娶一个妻子，禁止离婚，哪怕没有子女也不得离婚。联系到这一点，他还解释了那种禁止为孩子订婚约而必须等到成年的法律。中国人听到天主教会承认有甚至比皇帝更高的，在宗教事务上有最后才决权的权威时，十分感兴趣。这一权威不由任何个人来继承，而是由有学识的、慎重的、虔诚的教士们共同开会，选出一个从小出家侍奉上帝、宣誓守贞的人来担任，而且这个人治理教会十分持重而高尚。传教士们总是极为尊重地对待教皇的崇高地位，并不容置疑地表明他纯粹是一种高贵风范的尊严。就这样，中国人的心里面就逐渐倾向于认为，将来建立外交关系是可取的，逐渐倾向于认识到，如果皇帝派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去，那会大大有助于教会在中国取得进展。利玛窦神父的讲道和文章对中国的信徒和许多异教徒起了作用，使他们认为教皇是个应该极受尊敬和崇拜的人物，是从世界范围内的一大批教士中选出来担任这个最高职务的。他在解说表示罗马城的地图时，也常常乘机介绍宗教制度。培养对基督教世界的友好态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父们所写的一切东西上都习惯加上一些简短的道德格言。有些格言是用他们本国文字写成的，然后再用中文来解释。中国人喜欢这个习惯，往往收集这些警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或抄在纸上，从而可以贴在墙上阅读。以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后续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角度做出的几点总结。第一，北京迷信、权力中心化的死局。利玛窦清醒地意识到，在南京取得的一切进展，如果没有大明皇帝的背书，最终都会化为乌有。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大明帝国的权力逻辑里，没有法律保护的民间成功，本质上都是非法的。传教士们对皇帝宠爱的极度渴望，实际上是对这个帝国没有法治环境的被动适应。第二，润滑油策略被包装成社会管理的信仰。利玛窦在宣教时，聪明地回避了玄奥的教理，转而大谈欧洲的医院、孤儿院、济贫所和婚姻法。他把天主教包装成了一套高效而又高尚的社会福利与管理系统。中国士大夫对天主教的最初好感，往往源于对其有用性的功利判断。他们认为这是另一种能补炉的治国术，而非灵魂的救赎。第三，礼物的溢出效应，科学与艺术的政治化。澳门送来的不仅是圣经，更是有丰富装饰物的时钟、精密的三棱镜以及圣路加风格的画像。这些东西被当作社交润滑油注入大明官场的齿轮。当宗教必须通过奇技淫巧才能敲开权力之门时，科学与艺术就沦为了信仰的附庸。这种不纯粹的开始，注定了之后科学与信仰必然的分裂。既然已经在富庶的南京稳住了阵脚，利玛窦还是执意要再次北上，
去叩开那座曾让他险些丢掉性命的紫禁城大门。在一个皇帝极神的国度里，这群传教士试图向士大夫们解释一位远在罗马、由投票选出且终身守贞的教皇，这不仅是在寻求外交突破，还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文化试探。当南京的第一批皈依者，那位70岁的世袭武官秦宝禄拆掉家中的偶像，换上圣像与十字架时，这也许是信仰的胜利，更是两个古老文明在道德共鸣掩盖下的又一次结为对接。利玛窦发现，比起厚重的经书，中国人更喜欢将他的道德格言抄写在扇面上。这种轻量化的文化传播，让基督教的伦理瞬间进入了金陵城的社交圈。然而，当他在地图上指着罗马向士大夫们解释那个不结婚、无子嗣、由推选产生的教皇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种观念正在挑战大明王朝那根深蒂固的基于血缘与宗法的权利合法性。您认为，当秦氏父子将那一整箱精美的佛像当作战利品送给教堂时，这究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还是仅仅意味着大明精英阶层在面对更高级的外来逻辑工具时，进行了一次轻率的心理投诚？在这种以知识换信仰的交易中，利玛窦赢得的究竟是灵魂，还是又一个被士大夫们玩味的新奇流派？欢迎来评论区一起讨论。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4卷第9章，南京最初一批新信徒受洗。如果喜欢这一期，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